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川普跟马斯克的分手擂台已经 over 了。为什么 over？ 你可以想见一件事情，马斯克竟然投降了。他在半夜3点钟的时候，他发了一篇文，他说：“我对上周一些针对于川普总统的贴文感到后悔，那些话说得太超过了。”为什么他突然投降，要去找回川普呢？但他现在发现一件事情：我走之后，川普的新欢马上就换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你我都非常熟悉，他是黄仁勋。黄仁勋为什么这么重要？包括他的辉达，包括他的晶片，这就是美中谈判时候最重要的关键筹码之一。你看到了，在美中谈判的第2天里面，他们无所不谈，尤其谈到了稀土的部分。美国说中国愿意开放稀土，但是中国要的相关的晶片，美国说你要低阶晶片，我给你没有关系，但是辉达的晶片你想都别想，甚至 H20我打死不退，我不可能会给你。这代表一件事情，这代表一个讯号，现在矽谷的那些大佬们都闻到了一个味道。我过去赚钱，我靠我自己去打天下都没有问题，但现在我要赚钱，我必须要靠向川普，我必须要加入川普这一队，我才能够赚钱。所以是从今天你看到马斯克半夜3点求饶，求饶到最后什么？新欢也不是我，他完全都忘了我。对，没错。事实上，上个礼拜我们在讲了，川普跟这个伊隆马斯克2个人分手擂台闹得轰轰烈烈，对不对？但是我跟他讲，事实上我就说，一定是伊隆马斯克来跟川普求饶。为什么一定要求饶？因为他太多东西要靠这个川普嘛。那川普其实，我觉得川普第一个时间呢，他也没有把他打到死，他就说，人家当然问他说，那你这个红色的特斯拉会怎么办？他说没有啦，我不会把它移到别的地方，我不会退货啦。但是我们呢不会移动星链啦，那是一个很好的服务啦。那我希望他一切都顺利啦。那如果伊隆马斯克打电话来，我不会排斥啦。我们曾经关系很好，我只是祝福他一切顺利啦。就他这样讲之后呢，就没想到伊隆马斯克他因为川普已经释出一个比较善意，对，而且他第一时间他竟然回一个爱心表情符号，我收到了，我收到了，我爱你总统这样子哈。在搞什么？没多久他就开始了，他就说 I regret some of my posts about President Trump last week. They went too far. 他说啊，我太过分了，拍谁总统我修桥鬼啊呢？简单就是这样说了哈。那你要讲这样子的时候，结果最新的这个川普被他问到说，你是不是有可能跟伊隆马斯克和解？他说，我想是有可能的。所以看起来的话，他们2个人似乎呢，这个分手擂台大戏呢，会不会走上复合大戏？会不会再演一出大戏给我们看？当然我们乐观期待哈。不过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呢？因为第一个，伊隆马斯克发现到什么？原本我是这个川普总统身边最爱的人呐，最红的人，对，现在变别人，哇，把人哇这样换黄仁勋，就他，对，黄仁勋，为什么会黄仁勋？百玩英娜，对，为什么会黄仁勋？我们讲，这样最近不是中美在谈判吗？对，他们现在在伦敦谈判。那伦敦谈判，然后谈到目前为止来说啊，他们结论是这样子的，也根据美方跟中方释出的讯息都是，进度非常好。那美国已经确认说，中国不会再卡美国的稀土了。那美国可能会开放一些所谓晶片，那你要的什么飞机的零组件啊、EDA 软体啦、化学产品，我都可以给你。但是讲到一个东西的时候，美国是不肯放手了，那就是 H20。H20 他说，不可能，我们不可能把 H20 给你。或许未来 B40 可以给你，但是 H20 不可能，所以也就是说呢，辉达变成是中美大战中间的最重要的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它变成是这样的。对，所以你知道他在川普心目中当然是完全不一样嘛，对。那再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天黄仁勋他到欧洲去？他到欧洲去的时候，你知道他在英国的时候，英国他见了谁？施凯尔。他接下来要去巴黎。他会跟谁见面？会跟马克宏见面。他接下来要去包括说要去这个德国，他又跟德国的总理见面，所以都跟最高领导人见面，而且最高领导人都是求他说你来。他的层级 level 不一样了。当然了，所以你知道川普当然也是知道你现在变成是全世界炙手可热的人物，相对于伊隆马斯克去英国，伊隆马斯克去其他国家会不会受到这样欢迎？不可能嘛！虽然也知道说，其实重要人物是这个黄仁勋的时候，你就知道黄仁勋这一次的地位完全不一样，再加上。我跟他讲，这几天我们不是讲这个洛杉矶暴动吗？那洛杉矶所在地有非常多矽谷公司，赵伟你知道吗？那些矽谷公司的大佬看到这个川普这样子大动作 ，law and order， 他们其实很开心啊。为什么？因为你看他们那些去砸什么？砸苹果的专卖店，对，砸他们的这个日常，像亚马逊还有无人车也砸，对，亚马逊的店被砸，然后包括亚马逊的这个车被砸，然后 Google 的车被砸。我跟你讲，
换成是你是这些矽谷大老板，你会怎么看？我的心都痛了。对啊，所以反正是他这样子 law and order 下去之后，照我跟你讲，矽谷这些大佬反而更团结在川普之下，就连伊隆马斯克也说你干得好嘛。所以显然大家都认同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伊隆马斯克要走上复合之路，要这样啊？我修桥鬼拍谁，你就知道说，其实现在的市况不一样了。伊隆马斯克已经被踢走，变成不是他最信赖的人，最信赖的人变成是黄仁勋了。所以黄仁勋在这次美中谈判里面，对，他是最关键的。辉达他是掌握整个美中谈判的节奏，对，美中谈判的一个大筹码。对，而且我跟他讲，不只是这样，连黄仁勋也改变了美国政府的想法。为什么我们这样说？我们要事实上之前呢，不是美国有所谓的3阶段拜登时代吗？对，把这个世界分成3个等份吗？一个等份是全部都可以卖，另外第2个等份是很多个国家不能卖，第3个等份是完全不能卖。对，3个等份。然后原本的美国是说都不要卖的，但是黄仁勋就跟他说，不能这样子，我们应该想办法把我们美国的 AI 技术拓展到全世界。他甚至还主张说，我们也可以卖给中国啊，中国现在跟我们的差异没有很大啊，我们如果能够把它卖到中国去之后，可以遏制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可以遏制华为的发展啊。就他这样一直讲之后呢，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我跟他讲，这个美国的这个撒谎叫 SAX， 它是 AI 的撒谎 ，AI 跟晶片的撒谎。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好比这些晶片随时可以被藏在公事包里面偷渡。那然而真相是，那可是8尺高的这个伺服器机柜，而且重达2吨，根本无法随意带出门，而且很轻松就可以确认是不是还留在原位。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赵，你知道他讲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意思就是未来美国会认同黄仁勋的说法，把所有的 AI 晶片全力的往外卖，你要多少我就给你。你看这一次。这个川普到中东的时候，不是他跟这个沙特阿拉伯签了合约，对，然后也跟阿联酋签了合约，这以前都是在第2等份里面，他现在就是你被爱多杰隆我你多，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那这一次黄仁勋不是去英国，然后去德国、去法国，这些国家都说，因为欧洲有一个200亿欧元的一个所谓的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计划，那他也要晶片啊，那谁给你？当然就黄仁勋给你啊。所以我跟你讲，黄仁勋现在这个美国政府赞同黄仁勋的说法。只是说呢，他现在唯一有一个不同的是，黄仁勋认为说要卖给中国，但是美国政府目前为止还不愿意，就是 H20目前为止还卡关。对，但是我们接下来可以看看啊，我觉得现在接下来就是说，这个阶段的中美贸易谈判应该是不会谈到 H20的，但是下一个阶段就会谈到 H20。也就是说呢，好，你中国要 H20，你中国要 B40，你拿更重要的东西来跟我换。好，那我们就讲。那为什么伊隆马斯克要投降？我跟他讲，现在所有企业家都站在这个川普的身边，我孤零零一个人，那怎么办呢？但是你不要忘记哦，这个伊隆马斯克很多事业都是跟美国政府在做生意哦。我们讲到嘛 ，SpaceX， 对不对？你的这个星链计划要这个川普支持你，然后你的这个火箭发射也要川普支持你，然后你要搞国防工业也要川普。另外这个是他现在最新的无人车吗？对，没错，因为他无人车准备在6月12号就发表。就是这个明天要发表，那发表的时候，大家都很这个期待啊，就说你发表要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对不对？然后伊隆马斯克就说 ，Robotaxi 来说啊，在6月22号在奥斯汀开始营运。现在你可以看，在这个奥斯汀的这个路上，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伊隆马斯克的车子在试行了。那发表之后，我们就讲，这其实是一个轰天动地的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未来伊隆马斯克的全世界最重要的这个 Robotaxi， 你知道人家就是估什么？就是这一台，而且他遇到斑马线的时候，他会礼让行人的。对，而且跟台湾人的驾驶也差太多了吧？对啊，没错啊。未来美国的这个驾驶来说，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车祸。好，所以你知道，事实上未来 Robotaxi 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伊隆马斯克也知道，所以伊隆马斯克当然就跟这个川普投降。另外一个，我们不是说吗？这一次 Law and Order 之后呢，你看。原本的这个纽森要斗这个川普，就没想到纽森踢到铁板，那洛杉矶市长也踢到铁板。你可以看到，市场目前为止来说，你看为什么我就说矽谷人会站在这边？你看他们去抢苹果，对啊，这个苹果抢苹果，这个如果你是库克，你看我的 iPad， 我的这个 iPhone 被人家拿走了，然后店被砸成这样，我要花多少钱去修理，对不对？然后我要砸什么艾迪达啦，然后砸一大堆珠宝店，一大堆都被砸。所以那为什么这一次的 Law and Order 下去之后，为什么很多美国人都认可这样一个状况？甚至你看，连洛杉矶市长后来说不行啦，我要实施宵禁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样子。然后川普也说，如果不是我派兵进驻洛杉矶的话，这个城市老早就会被烧成平地呀。所以我就跟你讲，实际上他的 Law and Order 在这一次来说，也获得了非常多的所谓的加州，或是甚至获得很多矽谷的大佬的这个赞同。好，那你看，事实上根据这个民调。
民调里面来说，你看你赞成还是反对最近在洛杉矶的这个反对移民的这个相关的抗议活动，对不对？那你看赞成36，不赞成的45。对，今天来说的话，你看他这个支持川普驱逐非法移民的这个计划的非法居留者的计划有54%同意，对，然后支持执法人员在你所在地的城镇搜寻他们认为非法居留者的行动51%，都过半所以就是说，你看，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他们这个川普的这个计划完全都是过半的一个状况。而且我们看到这一张，上面是 CNN 图卡显示美国民众对于川普移民政策转变。之前2017年6月的时候是-21%，现在加1%了，变了。所以我就跟你说，风向变了。对，所以我就跟你说，现在川普的民调事实上已经来到他，反正我们都一直觉得说川普你完蛋，你看你之前打中美贸易战，对不对？打了之后让美国股市下去，可是照我跟你讲，美国股市现在又开始准备要来到新高位置，所以根本就没有受到这个股市没有受到影响。再来就是说，你看他这次 law and order 下去之后，反而是你看大多数人是赞同他的这个意见，所以他现在的民调已经来到这个新高，所以现在等于是一个强大的这个川普总统就在这边。所以你看，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很多美国企业就闻到那个味道，你知道。我们知道之前的时候，美国有一家企业叫美光，对，美光它跟中国的这个长江存储有一个这个官司案，也就是说，长江存储原本告美光侵权，后来美光也告这个长江存储侵权，结果呢，法院的判决，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到底谁侵权谁的时候呢，那你请秀出你的证据，结果没想到美光就秀了一个73页的敏感资料给证明说这是我黑，对，不是你黑这样的状况，结果没想到长江存储就是要这样。他就是要在法院上面偷你的资料，因为他可以 copy 那些相关的资料。他抠了，我逼你上法院，然后你的机密资料我可以把它趁机全部拿走。你法院可以，我们就知道你可以阅卷嘛，阅卷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些部分的资料 copy 走嘛，他的 copy 走这样，就没想到美国现在就说不行。你现在这件事情要把它驳回，他要求美国的政府、美国的法院把它驳回。那美国法院会不会这样做？现在川普总统在他身边，这个会赞助你嘛？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整个风向完全变了，味道就在这边。所以我讲，川普现在反而借由这一次的 law and order 之后，把很多的这个矽谷的这个明星还有明星都拢在他身边之后，你看又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就讲 AI 好的时候呢，或者说整个黄仁勋的业绩好的时候，台积电当然也会好。所以我才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话，眼前的形势对川普来说可以说是一片大好。廷伟，我们刚刚讲现在川普旁边最大的红人是谁？是他台湾英娜黄仁勋。为什么？刚刚讲辉达晶片是中美贸易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不要忘了晶片是谁做的，供应的是谁做？就我们台湾做吗？今天有个很妙新闻就说今天包括了美国、日本、台湾在做一个重大兵推，但是很落差。中共开战，台湾组没办法拿出一个方法，大将军们不放过来重考，这代表什么事情？包括美国，包括日本，比我们更紧张。你台湾掉了怎么办？你在全世界这么重要。我们看到这一场其实蛮特别的，因为这一个智库台湾政经学院它本身来讲，它是由蓝营的这个一些学者他们去组成的。对，那当然在背后来讲有些资金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场兵推。它事实上蓝绿的大咖都在里面，而且在台湾、日本、美国的相关的这些所谓的4星上将们，也都在这个所谓的前4星上将们都在现场出现了。那什么意思呢？其实他们在兵推的过程当中呢，我都大概可以了解到，兵推最主要目的就是找出问题。对，结果今天终于找出问题了。台湾好像漠不回应啊，因为。在这个兵推当中，中共的军舰都已经进入到12海里内了。那这时候我们台湾好像还在等，等美国、等日本有什么反应？美日在说不用等了，道理来讲，你要有所作为吧？不用等了。对，所以基本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兵推过程当中，台湾组就被骂翻了，就是说为什么你还毫无作为？但是我觉得啦，台湾组所呈现出来的，基本上根本就是现在台湾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前也不是，后也不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啊，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政府单位，我相信啦，他们兵推真的是展现出台湾现在一个困窘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这样一路看，我们一路以为是美日台3方的合作。没有，是美日来电台湾的，你说好好干。这么讲啦，就是说，终于美日来找出台湾的相关问题在哪里。因为我们看到现场这个参加的比如说日本组的这个，日本组我们前面不是谈过，我们行政院的聘了一个日本的顾问吗？对，这日本顾问是日本的这个4星上将退役下来的岩崎茂，他也在
率领的日本组参加。那我们看到前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部的这个布莱尔，他也参加这样的一个这个会议。这基本上我说啊，如果说真的把这些大家的参与者的这个年纪啊做个平均来讲，我相信都70几岁以上了。但是70岁以上，他们有一个观念，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什么？现在基本上在台面上的都是他们的子弟兵。他们的思维基本上就会影响到他们现役的这些将领们他们的思维。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印太司令帕帕罗，对不对？帕帕罗他们前几任就布莱尔这当时来讲的话，也就是在这个所谓的进行这个整个印太地区的一个所谓的作战计划嘛。所以他在现场能够提出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有可能美日之间怎么出手来维护台海的安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兵推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蓝绿的要咖都有，然后美日台的相关的重要的这个所谓的上将们也都有。但是呢，问题是台湾组为什么毫无作为？其实我刚刚提到了，就是呈现出台湾目前的窘境，因为我们台湾内部有蓝绿的这个部分不同的意见，对，到底是要和中，还是要跟中国是这个所谓的形成一个对抗的局面？第一集不敢打，对，人家都已经过来了嘛。这样的一个结果来讲的话，我相信美日他们也看在眼里，因为美日最担心的就是台湾你无所作为。如果现在在大将军们要求之下，台湾组有所作为，我听说今天啊。昨天是无所作为，但是今天就有所作为了。你说马上就变了，马上就变了，今天就有所作为了。所以今天当然这个昨天被凶完之后，今天马上就变一个样。我今天去打听的结果是今天有所作为，但是今天有所作为到底能不能公布不晓得哈。但是重点是说，因为现在美日也发现到台湾的问题的话，就会立即纠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场兵推它有意义存在的。宇轩，我们一直讲中国像什么，像是成吉思汗一样，每年那边攻城略地，什么产业。我一直以为他们最强的产业叫做比亚迪，叫做电动车。他们说他们是全世界第一，后来发现我现在错了。我们聊了这么多比亚迪之外，中国现在最强的还有叫做塑胶茅台。拉布布，真的假的？现在呢，中国有一个产业呢，它的毛利率甚至直超过我们的台积电，高达呢66.8%。你心里就说哇，选什么高科技产业？对，它就叫拉布布。就是很多人都说拉布布，所以这是什么黑科技嘛？没有，我跟各位讲，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哦，就是个玩偶。OK， 这就是拉布布。对，它里面没有什么 AI 哦，也没有什么晶片哦，它也不会动哦，就长得丑萌的。就这样 ，OK， 这是中国人的新希望。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家呢叫做泡泡玛特的创办人，他就王宁呢底下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请的是中国的艺术家所我们讲打造的。但是光是靠这个拉布布呢，来第一个，今年你的股价已经涨了170倍，股价170%，涨幅170%。对他们就看了什么？只做玩偶，然后总资产1.27兆。富比士排行榜里面的这个王宁 ，OK， 身价209亿美元，叫做河南新首富。宇轩太夸张了，他是富比士杂志的王宁身家209亿美元。我们看台湾哦，台湾首富富邦集团蔡明忠、蔡明信兄弟139亿，完全追不上。来第二个，来导播我们看，广达电董事长林百里身价126亿美元。还输他，人家是做高科技的东西，比不过一个做玩偶的。对嘛？你还这边 Blackwell， 这边什么 GB300、GB200，那边电脑什么我们讲的搞 AI， 结果人家呢直接弄一个小玩偶，竟然超过里面了。为什么？因为你仔细看啊，这是在美国所有的排队的抢这个拉布布的画面，吓死人了。美国人难怪我们讲川普这么痛恨中国的零售业，但这也不是零售，这是高价精品，全部呢都跑去那边排队。大排长龙，然后每个就想要去抽那个拉布布，这人也太多了吧，吓死人！每个人都在跑步，都在冲刺，在抢位啊，要去抢那拉布布，然后甚至连泰国都在抢这个拉布布。来，你看我举例，各位，它的北美市场来，东南亚市场最大，24亿 ，OK， 成长了年增619，东亚市场呢成长184，北美市场收入也有7.2亿，欧洲呢也有5.54亿，所以。换言之，它全球总共500多家，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拉布布哦，就在那边去抢的画面，是在美国、在泰国、在中国、在欧洲，全世界都有这样风靡的现象。那你就很好奇啦，宇轩，既然都是卖玩偶，那也差贼，因为呢，这个拉布布，我首先讲哈。来，这就是他的一个形象。本来的是一个艺术家，叫做龙家森，他的产品，对，它的来源的灵感是来自于所谓的北欧的这种我们讲小精灵，但没想到后来 Pop Mart 就是所有刚刚看到的王宁看到说，哦，这个东西有前途有价值，所以呢就把我们讲给他买下来。
变成是呢他们旗下的其中一款商品。结果这个商品一发出来之后呢，它的行销策略很重要，它不是一个我们讲的800啊、900、1000、2000这样给你卖。赵你知道它特别在哪？它抽盲盒。哦，盲盒的。对，换言之，今天比如说一系列的拉布布呢，它可能有7种、8种，然后其中会有一种隐形版。那这个隐形版呢，你就不是通常人买得到隐藏版的，所以你可能就要一个100块人民币，然后你就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然后你抽了好不容易抽齐之后，你可能是不是要花1500块人民币？对。但是你还是没有隐藏版啊，所以你还是很想要继续抽。所以有些人呢就开始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然后最后呢，你看隐藏版是它的价格。拉布布跟 Benz 的联名款发行价格只有599元而已哈，结果呢，在二手市场呢炒到13217元。换言之，他用很多这种珍稀的策略、盲盒的策略呢，来去炒作它的市场。但是其中呢，最了不起的，你知道什么？而且你刚刚谈哦，他说成交均价为13000多块，对不对？见鬼了！二手平台最高报价5万，是二手的哦。还可以弄到5万，对，所以就是你要看你的我们讲款式的一个越稀有的程度越好。所以你看啊，每个人抽他们在抽的时候，开心的要死。你们看到就是一个盲盒，然后总共有6个，然后抽中他想要的时候呢，就欣喜若狂，甚至是他还要搞什么搞拍卖。所以在拍卖会上哦，这是艺术品的拍卖哦，就他拍卖的叫做拉布布 ，OK， 叫做全球 Only One 薄荷色的拉布布，拉布布它卖多少钱？它就看到前面那个，我知道你一定觉得很丑。等一下，拍卖场上。在拍卖拉布布，对，而且这个永乐哦，永乐它是专门拍卖艺术品的、哦，对，所以代表它把它打造成哇，又 another level 了，提升它的就是这一支，对，108万人民币，换言之台币大概450万，这一支450万，随便加减减，你不要瞧不起它，底下一堆人抢着要拍好不好？你不要它一大堆，然后还有银行更狠。因为银行现在我们之前是不是谈过说中国都希望人家存钱，对不对？对。来，这招真的有用。他说，来，你来我们这边呢，只要存人民币5万块，我们就送你拉布布盲盒。真的假的？真的啊，这是广告啊，平安银行啊，拉布布啊，拉布布拉布布哦，你这个存越多，所以你看分批，所以一大堆人都过来存钱，都为了他。不是、啊，搞不好他有100万，他就故意分啊，我们开20个户头，我就有20个盲盒拉布布，对不对？就很开心。但我跟你讲啊，他其实是有策略在行销，为什么？这是原本的拉布布，那这是后来不一样的拉布布，有穿衫啦，哦，他有穿衣服啦，他是人呢，你也该尊重呢。我们那时候很多人哦，这养猫养狗对猫狗很好，对不对？他还要穿衣服，要啊，要不然你开玩笑，一只5万块，还干金尊呢？现代版的芭比就是啊。那这个金尊就像我们家里，你都看到那种妈祖有没有？你还愿的时候还怕金白回挂。那个一样概念呢、啊，你要改红台后谁啊？所以好，他连这个衣服也卖的热销。那这些衣服啊，到拉布布啊，到这我讲这个点哦，讲到一个点，你就会觉得很奇怪。第一个，他每天生产2-3万套，甚至有这种卖衣服的、年收入了200万的，我们讲人民币，对不对？甚至是呢，它的款式非常多。但他的衣服也太多，还有去戴什么帽子啦，甚至呢什么手套啦，连笔袋啦。通通都有，对，他就像人一样，你不然他穿衣服是小 case 嘛？比如说他有这个我们讲专用的护目镜哈，他还有专用的护目镜。拉布布要骑机车，那有些人拉布布喜欢 cosplay， 所以他就带着 Mario， 马里奥的，而且马里奥你看哦，这不是只一件事的哦，它这是3件套哦。OK， 各位，我们讲行走江湖3件套要有，一个是帽子，一个是他的 T 恤套完之后呢，他再穿他的勾追的吊带裤哦，那这个毛利率高达多少？500%，所以你知道赚钱就在这边啦，所以他们靠这些东西都赚钱。但是各位，我现在讲一个猫腻了。首先，第一个，刚刚他是不是跟我们讲说，他总共呢，我们讲的大概1年可以卖出大概500亿左右，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第1张的这张图嘛，对不对？他说我们年收入500亿，对不对？赵尔，一个盲盒是不是我们讲100块人民币？对，对不对？那你换算出来台币这样，他至少1年要卖多少个？你知道吗？他1年可能要卖1亿个拉布布，1亿个拉布布，1亿个拉布布，哎，1亿个拉布布，你觉得有这可能性吗？所以我想这东西很怪。那再第二个哦，它这个盲盒，包括他们我们讲的往往的这种抽的方式哦，以及这网络黑市啊，其实对变相来讲，它也是在拉抬我们讲哄抬它的市场，而且呢，加上这种拍卖会，其实你如果问我个人意见啊。我个人意见是哦，中国人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通常你都不能把洗钱的这种怀疑哦排除在外。当然他很成功，但是这幕后的金流呢，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但是他有找到你至少要有一个巨大的标的，你才可以吸引大家来穿这个拉布布。你知道拉布布最成功一炮而红靠的是谁吗？
就是这个 Lisa 对，就是 Lisa。 Blackpink Lisa，对，因为 Lisa 跟 Rosé 两个人呢都非常的爱拉布布，他们是忠实粉丝哦。而且你知道吗？我看到这影片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因为 Lisa 不断的拿来说，来，这是我的什么哦，因为我念不出来，我不知道啊，就是反正拉布布系列，这是我的拉布布哦，这是我的什么？然后 Lisa 突然讲一句话说，像我啊哦，你就是一定要把整个盲盒一次买。这个把整个盲盒一次买最好了，把整个盲盒一次买最好了。我说你干嘛一直跟我讲这个啊？你是 Lisa，他还直接变成拉布布的带货大使了。对，他说这个我都要，这个我都要。然后你知道他在抽盲盒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抽吗？比如说他打开的时候，他就说哦，这只是黑的也很可爱。然后抽出来这只是白的，这样就是阴阳哦。他讲给国外人听就阴阳啦哦，就一黑一白跟阴阳一样。然后他就每一个都喜欢。然后抽来半说，我终于抽到我最爱的黄色了，所以我跟你讲，一定要通通都买。你想想看 ，Lisa 这样子搏命演出，哎，他是巨星，然后卖成这样，然后随时把那个拉布布挂在身上，你知道那种 super star 对不对？你不要误会哦，他的耳环、他的睫毛、他的发妆、他的衣服、他的首饰，每一个都是牌价，就是你要挂在身上，你要花钱。但他直接把拉布布挂在他身上，所以找到拉布布之后，我们两个，所以你刚才以为说这些盲盒都男生买了，没有，都是查某囡仔的疯抢。女生爱死我跟一堆男的在录影之前讲说拉布布，他说宇轩你攻啥拉布布啊，什么拉布布啦？那女生拉布布我有一只啊，女生都知道，所以要靠那种行销，所以连谁都沦陷了。泰国公主，这泰国公主叫做施蕊范，结果她出席这个 Vogue 时尚精品的哦，来。这边有没有看到有一只小小的时尚包上面挂了一只拉布布？对啊，这照你不懂流行嘛？你要讲的你这个冒犯，你知道他们现在每个名牌包，你 Hermes 对不对？你 Louis Vuitton 对不对 ？Gucci、Chanel 不行。挂一个拉布布，拉布布 fashion，OK， 就是要挂拉布布，真的啦，我没有乱讲。现在每个名牌包都要挂拉布布，甚至你知道吗？拉布布有一次去到泰国，那时候泰国谁出来接待他？你知道？体育部长。等一下，拉布布已经出巡到泰国了。对啊，不，高官接待，体育部长跑来接待 ，OK， 旅游跟体育部长跑来接待，然后把他当明星像，你看到没有？所有人拿着镁光灯就在拍这只拉布布。你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玩偶，他现在已经我们讲登上仙位了。成神了！宇轩，我今天才上了一课，拉布布原来经济实力这么大，一只玩偶、一只盲盒、一只衣服之外，现在这个也是拉布布吗？这怎么长得跟原本你刚刚介绍都不一样？不，这我跟你讲，你这样讲哦，这很多拉布布粉丝心里会伤心。但是呢，这当然是山寨版。那你不要想说山寨版呢就有不好，不对，因为是拉布布的山寨版。对，因为有山寨版哦，才会凸显正版的价值。就像 LV 一定要 A 档，像这个就是 A 档、B 档、C 档。比如说，好，这一支叫什么，你知道吗？这支叫拉夫妇。拉夫妇，它不是布布哦，你要念快点，拉布布、拉夫妇，然后是拉夫妇 ，OK。然后这是我们讲的，本来拉夫妇就是丑萌嘛，但这个已经没有萌，只有丑而已，好不好？就是把整个人好像被车祸碾过一样，扭曲变形之后，这就叫拉夫妇。那还有这个叫做我们讲也是拉夫妇，他那个这个字已经丑到我不知道，我想说这张脸是什么？是在致敬习近平还是怎么样？你说现在这一个东西，对啊，不，你不觉得有点像吗？对不对？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的乱七八糟山寨版、盗版。但你知道讽刺在哪里吗？因为拉布布是在义乌做的，对，拉布布的衣服也是在义乌做的，但义乌以前本来就是山寨村的，对不对？所以我说拉布布的这个起源已经很奇怪，但是这些山寨版也是来自义乌哦。换言之，就是全部都来自山寨村，只是有分正神跟我们讲的伪神，你知道吗？这些全部都假的，什么拉夫妇、拉哥哥、拉妈、拉米诺，什么全被乱喊，反正随便你讲。但是更可恶是什么？同一样一家义乌的哦，然后你看这个真的是模仿超像的，对，这个就是拉哥哥。你知道它跟唯一拉布布真正差别在哪里吗？第一个，它眼睛比较圆。再第二个，拉布布是用脚走路的，对，拉布是人，对 ，OK， 拉狗狗是什么？拉狗狗是狗，所以它现在叫拉狗狗。你也太懂了吧？它是拉狗狗啊，它是狗狗，他们就整个出现一大堆这种反冒订单。那你以为赚不到钱吗？没有，一样销量，我们讲的9000、1万这样大量的销出去。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啊，不管你是正牌，不管你是盗版了，反正呢，只要赚得到钱哦，黑猫白猫不对。黑色的拉布布、黑拉布布、白拉布布、拉狗狗都是好拉布布。不是，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现在中国之光真是拉布布了。关键是拉布布、拉狗狗，那就算了，都没关系。但重点是我刚提到比亚迪呢，比亚迪不是全球是扫荡吗？说他们第一名吗？结果现在怎么样？中国现在比亚迪被围攻光明顶，全部的车技
都要杀他吗？是，一个那个明星的崛起，另外势必有另外一个明星的陨落哦。比亚迪看起来要陨落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事实上哦，现在有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多家车厂啊，突然来了一句话，我们这些车厂大家都要有个共识，什么共识呢？我们这个票期哦只能开60天。那你想说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做这样的共识？就发现说，哎呀，原来有人哦就拍心咩，票期开了2个月、3个月，甚至到230天。搞得这个车厂的供应商大家都活不下去了，所以呢，这个政府要整顿的这种方式，就带其他小车厂，大家一起来听话。所以这些车厂大家先试施说，我们大家遵守游戏规则，就是票期不要给供应商开太长，对，逼着比亚迪要跟进，就是你比亚迪一开始害的。有这种事情发生，你现在统一标准，大家都一样了。是，包括中国，包括什么上汽啊，包括东方汽车啊，然后你看每一家，你看几点？6月10号8点06分，然后呢，这个东风汽车是6月10号8点33分，另外一个赛力斯呢是6月10号的8点55分，有没有一个一个在这个时间点全部都郑重承诺？然后呢，广汽6月10号。结果最后一个跟进是谁？比亚迪，6月11号凌晨的1点28分，到底是想了多久？1点28分才突然发出来？对，就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他其实根本不想要跟进，但是因为我的竞争对手大家都跟进了，我不跟进好像有点破坏这个规矩，或者是说破坏好像这个会惹得人家变成是大家指标的人物，所以我在最后一刻就说跟进。那事实上最近包括长城还有吉利汽车，他们都公开的指控比亚迪哦，说他们有2款的车子啊，这个其实啊是有污染的问题，根本没有达那个排放标准哦。那事实上这早在2023年就已经有人这样讲了，那一直没有真的查出个水落石出，那这一次又继续再提出。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因为比亚迪一天到晚销价竞争嘛，很可怕。现在才6月，它现在已经降价4次嘞。这个降价4次，有的降的是什么？一下子降个10%、20%。你如果比亚迪开始瞎杀，那你说吉利要不要杀？你说小鹏要不要杀？大家都跟着杀，因为比亚迪是龙头啊。所以比亚迪害了所有的中国的电动车，大家一起死。所以现在中国的电动车的这业者们，我反杀你比亚迪了。对，然后他们就是反杀，第一个我们大家都讲好，我们不要亏欠那一些供应商的货款。第二件事情，他为什么价格可以杀成这样？因为他偷工减料，所以偷工减料都出来了，现在开始咬啊！而且我跟你讲，这真的很好笑。我们刚刚不是讲嘛，其实比亚迪一直有被人家怀疑，就是说它的票期就给供应商开的票期非常长哦。你在那年报上看起来好像是就2个月左右，但事实上他们想了非常多的花招，这边弄那边弄，总共大概230天。就你刚刚看的那一封信，车圈流传，我有一个梦想哦，这个超级火的。我们都知道，我有一个梦想，其实就马丁路德嘛，然后那个1960年的时候就说啊，怎么一个黑人的一个民权啊什么？那为什么你怎么突然之间你这个供应商你干嘛有个梦想？我跟你讲，中国就是这样，高级黑话反过来讲就对了哈。比如说第一句话，所以这是一篇高级黑的，专门黑比亚迪。你看比如说我有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有一天，在中国汽车产业、龙头车业和大型的供应汽车企业都会有社会良知。社会良知，意思是什么？就是现在没有嘛，没有社会良知。然后再来，他们的价值观端正，社会责任鲜明，不耻以损害他人利益换取自身发展。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现在这些车厂就是损害供应商的利益，来换取你自身的发展嘛。然后最后再讲说，因为他们是行业的建设者、呵护者，而不是行业的威胁者和迫害者。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你们这些龙头车厂都是我们这些供应商的一个威胁者跟迫害者啊。每一句话都很酸。好，第二段，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中国汽车产业的甲方乙方彼此尊重，相互信任，然后呢有冤情可申诉。有冤情。这什么意思？就是我卖货给你，对不对？你是比亚迪，对
我交给别人，我2个月就要交货款，你搞我亏230刚是被戏哦，就是怎么可能我活得下去？对，所以他的意思我有约呐，但是因为你太大了，你大到我不能喊约啦。再来，我有一个梦想，来到什么？这个有一天供应商送货到甲方，这个检验过后即可对账。开发票就可以结算，然后呢，发票后1个月内就会回款到账，且电汇式回款的唯一方式。哇塞！赶快把钱给我，不要拖了。而且电汇式回款方式，这句话有玄机哦。这代表什么意思？他搞不好给你不是钱呐、他搞不好，我比亚迪卖不出去的车当成货款就回给你，还可以当那种抵押的，我才不要嘞！那没办法，不知道你要不要，它还是有价值。所以这句话很有玄机哦。最后他就讲一句话：这个行业有希望，希望有生之年梦想可以成真。赵和，我念到现在，我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对不对？丧事喜办，对，就是我用我有一个梦想的方式来告诉你什么？告诉你现在中国电动车产业的那个凄惨的情况啊。那绝望的情况，再来就是比亚迪，然后我刚刚都提到啊，可现在为什么大家会就说大降价，就是因为它现在杠杆玩太多，它等于一句实在话，它把该给那个供应商货款的钱给它延很后面，它杠杆玩太大。而且现在最让觉得中国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比亚迪刚创高就大降价，你降价到最后是怎么样？这是警报响起，你的股市会整个崩盘下去。它是个大型的骨牌效应了。你知道他们不断的去创高，其实就是也讲一句实在话，就是他是用一个骗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这个车根本没卖上去，没卖出去，可是他先挂牌，而假装已经卖出去。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要赚图补贴，政府的补贴，所以他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去弄，不断的去弄。那这个总有一天你其实泡沫会泡掉的。然后呢，所以现在比亚迪换另外一招，什么呢？1拆3，他现在的股价本来500股的可能要20万，他现在就告诉你，我用6万7就可以，就价钱只要1/3，你就可以买到比亚迪的股票。这其实就是换另外一种方式来框更多的一个投资人，让他们能下来。那这个情况呢，其实也只是不断的把这个泡沫往后挪，但是事实上还是整个问题、整个危机还是存在。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